那有一个人就问巴夏说啊，我的最高兴奋是炒股啊，可是为什么我炒了10年，赔的比较多，都没有赚到钱呢？你确定那是你的最高兴奋吗？一想到炒股我就很兴奋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巴夏的最高兴奋原则，也可以说是最高热忱原则。因为 excitement 这个字有点难翻译，翻成兴奋的话，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没关系，我们就说最高兴奋原则吧。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啊，我们天生就是个创造者，我们天生就是会心想事成。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按照真正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走，所以我们就变得生活好像很不顺利一样。巴夏的最高兴奋原则就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依照这些原则走的话，所有想要的丰盛啊，想要的人事物啊，全部都会毫不费力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最高兴奋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在每时每刻啊，如果你有好几件事情可以选择来做的话，要选择一个比其他事情更兴奋的那件事情来做。它可以是很小的事情哦，例如说现在是下午的时间，你可以选择要吃下午茶，要睡个午觉，要去外面散步，还是要打电话跟朋友聊天。你有这些选择，那你就选择其中一个让你觉得最兴奋的事情来做。只要比其他事情都兴奋一点点的话，就选择那一个。例如说你选择去散步好了，那散步完之后又有几个选项可以选，看是要直接回家，还是要去大卖场逛逛啊，又再从这几个选项中选一个最让你兴奋的事情来做。只要比其他选项还兴奋就可以咯。那巴夏有强调啊，跟随着最高兴奋并不一定是你要花很多年去做的那种事业啊，或者是计划啊，或者是人生大愿啊，不是这样子。他很强调的就是生活中的小事情，你要选一个比较让你兴奋的事情来做，那些小事情就会带着你通往你真正的人生道路去走。那最高兴奋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做，做到你不能再做更多为止，或者是做到你的热情减去为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开始碰到一些法律规范的问题啊，或者是道德良心的问题啊，那就代表你不能继续再做下去了，一定要在这边停止。但是高我给你的讯息就是不是这条路哦，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所以你不可能会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或是违背良心的事情。那如果你做的事情会有物理上的限制，有身体上的限制的话，也代表那不是你现在要做的。有一个人问巴夏说，我的最高兴奋就是去打篮球啊，可是我不可能每天24小时都在打篮球吧？巴夏说，对啊，你不用24小时都在打篮球，你打的时候你就打到兴奋稍微退去为止。例如说你打1-2个小时，然后就觉得累了，你就自然而然想去做别的事情嘛。那你就去做别的事情，你就不要一直在篮球场上一直打。那明天早上起来之后，可能你又想去打篮球了，那你就再去打。所以跟着最高兴奋原则走，并不代表你24小时都要做同一件事情哦，并没有。你要很自然而然的让那件事情在你的生活中一个一个发生。这边也有强调啊，要尽可能的用你的最大能力去实践它。你把这件很有热情的事情尽可能的做到没有办法再做更多为止。有一个人问巴夏说，我的最高热情就是煮饭啊，我常常都在煮饭，常常都在研究食谱，可是我这样做了几个月之后发现我好像已经不能再做更多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巴夏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家里煮饭呢？可以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研究食谱啊。他就说，对，我好像真的没想过这样子就可以让煮饭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最高兴奋原则的第3个步骤，就是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对的结果抱有任何的期待跟预设立场。因为如果你期待做这件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就没有在最高兴奋的路上了。而且通常你猜不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小我脑袋可能会猜到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高我要设计给你的通常都是比这个好很多很多倍，你是完全猜不到的。所以如果你执着在希望怎么发生的话，反而就不会发生那个最棒的事情。但也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因为这件事情有可能只是到下一件事情的中继站而已。所以最好是真的不要有任何执着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是如果我现在的最高兴奋是想跟我的毛小孩玩的话，我就想跟他玩嘛，我并没有期待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又例如说，如果你现在的最高兴奋是想去打篮球，可是你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执着，就是希望你打篮球之后可以进入 NBA 篮球赛，但是也许高我不是这样设计给你的啊。
也许高我是原本的计划是想让你在打篮球的时候认识很厉害的朋友，那个朋友可能之后就变成你的贵人或什么的，但是你原本是根本想不到这样的结果的。所以在你做最高热情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有任何期待，不要任何执着，不要觉得事情应该要怎么发生，因为通常都不会是像你想的那样子发生。之前有个观众他分享他的爱情故事，他说他那时候是非常非常想去印尼爬山，他就邀请了一些朋友，然后又请那些朋友再邀请更多的朋友，想去印尼爬山这件事情是他那时候的最高兴奋的事情。结果他就在那次旅行的时候认识她老公了，她是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执着的角度去爬这座山，她就只是跟着她的最高兴奋去做而已。那没想到就认识她老公了，所以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高我在设计给你的通常都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第4个步骤就是在做这些最高兴奋的事情的时候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让自己保持很正面的心态。他说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之所以会显化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有原因的，只要你能保持在正面的状态，那么不管显化出的是什么，你都可以从中受益。有时候一些事情发生只是让你去找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已。如果你能保持很正面的想法去面对这些事情的话，这些事情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自然而然就会解决了。这4个步骤非常重要。第1个步骤就是在你每时每刻，当你有很多选择的时候，去做一件你最兴奋的事情。第2个步骤就是你要尽可能的去做这件事情，做到你不能再做更多为止。第3个步骤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抱着任何期待，不要任何执着。第4个步骤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让自己保持了很正面的想法。如果你能做到这几个步骤，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变得非常顺利，每一件事情都会安排得刚刚好。你会体验到很多的共识性，你需要什么时候什么就会出现了。你会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做到的话，就代表你那一天不需要做那些事情哦。该有的丰盛也会出现来支撑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你会用最快的速度带动你的人生前进，也可以让你看到内心的一些负面信念。你看到它之后，你就可以察觉它，检视它，你可以释放掉它。那有一个人就问巴夏说啊，我的最高兴奋是炒股啊，可是为什么我炒了10年，赔的比较多，都没有赚到钱呢？你确定那是你的最高兴奋吗？还是那是你对生存的恐惧，你把它包装成一个兴奋的样子呢？对呀，我觉得炒股是我的最高兴奋啊，一想到炒股我就很兴奋啊。可是如果炒股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的话，你还会这样做吗？如果炒股不能让我赚钱的话，我当然不会做啊。那这样就不是你的最高兴奋啦。你会想炒股，只是出自于害怕的心态，这样不是真正的兴奋的。如果这件事情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你还愿意去做的话，那才是你的最高兴奋哦。有一个人问巴夏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最兴奋的事情就是不要去上班啊，我想待在家里啊，可是我又不敢不去上班，怎么办呢？巴夏就说啊，当你在选择最高兴奋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信念系统是要去面对的。如果现阶段的你没办法相信说做兴奋的事情可以支撑自己的人生的话，那你就不可以贸然的去辞职啊，因为你必须要尊重自己的信念系统。在你工作之外的时间，你要尽可能的去做你最高兴奋的事情，直到那件事情可以支撑你的生活之后，你才会离开这件工作。但是如果你心中是相信这件事情可以支撑你的人生的话，那你当然可以不要去上班啊。这跟你的信念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就看你的信念现在是到哪里而已。他说有一个妈妈，她非常非常喜欢讲故事给小孩子听，讲故事就是她最有热忱的事情了。她很喜欢编很多故事，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每天都可以编出很厉害的故事，小孩子听了就非常入迷啊。后来啊，小孩子又约他的朋友一起来听故事，那些小朋友也非常喜欢听他妈妈的故事哦，觉得怎么那么厉害，这么好听啊。然后那些小朋友又去邀请了更多人来听故事，还邀请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来听故事。结果后来啊，每天晚上都有好多人来听他妈妈讲故事哦。后来那些人也会付一些场地费，例如说5块钱美金这样子，所以每次讲完故事，他们的收入就有好几百美金了，就可以支撑他的生活了。很神奇吧？他只是依照他最高兴奋去讲故事而已，他前面也没有期望讲故事能带来什么好处啊，久而久之就可以支撑他的生活了。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态去做那些让我们很兴奋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可是我们要相信，如果我们持续做我们很兴奋的事情的话，有一天它一定会支撑我们的生活的。这边又要强调我讲的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不是叫你讲故事24小时，不是叫你打篮球24小时，没有。你要从每天可以做的小事情中去选择一件你最兴奋的事情来做，你就是要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跟着一件事情这样做就对了，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我之前还有介绍巴夏的5个丰盛形式哦，丰盛不只有钱，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形式，在这边可以看看哦。关于巴夏的一些相关影片我也会放在下面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